嗨，我是阿汤。前几天呢，分享了Samsung新的旗舰级智慧型手机 S25 Ultra 以及 S20 Ultra 这个差异之后呢，今天我们要来讲的呢，就是线下手机未来的这个趋势。AI 说到手机上置入 AI 呢，在早期的这个自动场景辨识拍照功能，基本上呢也是属于 AI 的一种。不过呢，现在 AI 发展呢已经不是那么简单了。三星呢也可以说是呢在手机上发展 AI 这个先驱。目前在 S20 Ultra 以上的机型呢，都可以使用三星自家的 Galaxy AI 功能，只不过呢功能资源部分会稍有不同。在这次最新的这 S25 Ultra 上呢，也带来了更多 Galaxy AI 的功能。主要重点呢就是以往我们在手机上操作 AI 相关功能呢，可能会有很多手动这个步骤。这次的 Galaxy AI 升级之后，这个功能让更多需求呢自动了起来。往下呢，我们也来介绍一下这次在 S20 Ultra 上新增的 Galaxy AI 功能有哪些吧。第一个我们来讲呢，就是 AI 修图的部分，有关于最佳表情这个功能。这个功能我个人呢觉得非常的实用。平常我们在拍照真的很容易拍到这种闭眼的照片，那我们要怎么去修图呢？在 Galaxy AI 里面呢，你只要在相机拍照的时候呢，不论是前镜头或后镜头，在右上角这边会有一个动态相片的功能。你只要把它打开，它会成黄色的图示。打开之后呢，如果你拍到眼睛闭着的情况下呢，这时候呢，你只要往上滑动，这边下面呢就会出现所有 AI 可以修图的一些建议的功能。其中有一个呢叫做最佳脸部表情，我们可以点它。接下来就会去侦测你这张照片呢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做修正，比如说眼睛是闭起来的，那它下面就会提供其他呢是有眼睛睁开的这个画面，可以让去做替换。比如说我现在选择眼睛睁开。然后就会改成眼睛睁开的最佳表情，然后可以把它闭起来、睁开，或是呢有些是笑跟不笑，你也可以透过下面的这个更多表情去做选择，然后直接替换。所以以后你在拍照的时候，记得只要把动态照片开启，基本上你不用担心呢会有闭眼睛的问题，因为所有闭眼睛的问题都可以直接用这样的方式去做修正哦。再来第二个要介绍的是 AI 修图的路人消除的这个功能。一般来说，照片拍完之后呢，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第三方的工具可以去做路人消除的这个服务。但是呢，路人消除呢，你如果要再上传其他线上的平台去使用，你可能会有一种照片个资泄露的疑虑嘛。那我们可以在 Galaxy AI 里面呢，只要打开这张照片，按下下面的 AI 的编辑的功能，这时候呢，只要去圈选你不要的路人，把它圈选起来，啊，你看就会直接辨识出来。这边一样，我们把它圈起来。接下来我们就按下橡皮擦的图示，啊，就开始侦测，这样就没有问题。那我们就可以按生成。很快我们就可以看到路人全部消除，可以看到上面生成出来这个背景呢，几乎是无缝接在上面的，没有任何的瑕疵哦。第三个呢，我们要介绍呢是涂鸦转图像的部分，这个功能呢在前一代其实就已经有了。那这个功能要怎么去做使用呢？一样呢，我们点击 AI 的生成的部分，这时候呢，第一个呢是我们刚刚使用路人消除的这个功能，是生成式相片编辑。那再往右边这个人有一个涂鸦转图像，这很简单，使用呢，你只要在照片上呢，比如说你想要新增一个物品的地方呢，画上你想新增物品大约的画就好。比如这边先简单的画一个圈圈，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按生成。你看它就在那个墙上呢，多了一个好像是涂鸦的太阳。那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呢，就可以往右滑，然后可以再重新再生成一个，它就会再画出一个类似然后不一样的图样再给你，那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再来第四个呢，是我觉得这是在相簿里面的功能呢是非常实用的一个部分，就是自然语言搜寻。之前我们在找照片的时候呢，可能是直接这样找，要找很久才能找到我们想要的照片。但今天呢，如果你对于你那个照片呢，你有清楚的描述的话，比如说我们可以按下搜寻，在下面呢直接去搜寻我们要的这个内容，比如说我今天是想要找有飞机的照片，好，你看它就直接帮我快速找到我有拍飞机的照片出来，所以它这个自然语言搜寻呢，就可以用更清楚自然描述的这种语言文字呢，然后去找到你要的照片哦。比如说像是白色衣服啊、黑色衣服啊、有小孩的照片等等，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搜寻你想要的照片。再来相簿呢，第五个我觉得很实用的功能呢，就是有关于自动剪辑的部分。这次呢，你只要去选择你想要剪辑的影片，把它全部都选取起来之后，按下建立。这时候呢，可以选择比如电影。这时候呢，它会将你选择的这个影片呢全部加在一起。现在目前是总共13秒嘛，那你可以按下左下角这个自动剪辑的功能。它就将你选择这些影片呢，自动剪成一个精华版的影片出来，蛮适合用在你旅游如果拍的一些很零碎的影片的话，只用自动剪辑或许会有不错的效果哦。再来我们要分享的是 AI 智慧选取这个功能，这个功能其实也非常的实用，在快捷键右边这边呢拉出来就可以有看到 AI 智慧选取，在任何你想要选取的这画面呢，选择 AI 选取，然后接下来框框会出现一个亮亮的感觉，然后这时候你可以去点选。
你想要选取的部分，其实只要点一下，大概就可以弄出来了。那像这个部分呢，你可以这样子选取起来之后呢，去做其他事情。如果里面还有地址啊或什么，你可以使用地图的功能。那像这时候你可以使用写作智慧助理，然后可以将这些内容呢，你看是要修正文法呢，或者是调整写作风格，重新生成，或是帮你做摘要出来，甚至是里面的内容呢，如果有一些比较的内容啊，或是规格等等，那你可以直接生成表格，那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 AI 智慧选取功能呢，在整理资料上呢，我觉得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功能。给大家都示范一个，比如说我们去搜寻情人节想要送的花，那这时候你可以选择 AI 智慧选取，选择内容之后，你可以用写作智慧助理。这时候你比如用自动摘要，它就会告诉你呢，送花的推荐啊，每个颜色是怎样，直接帮你简短的说明出来。或是你可以使用写作智慧助理呢，利用表格来显示这个部分。这时候我们可以选择生成表格。你看，就会帮我们把这些花种呢，跟对应的一些寓意呢，帮你整理起来，做成表格。但是也是 S25这次 Galaxy AI 呢新推出的叫做 Now Brief 功能。那这项功能呢，会在你的快捷键里面呢，可以去找到 Now Brief， 或者是呢，你可以叫一个小工具在你的桌面放着。那这边会显示，比如说晨间摘要，你点击之后呢，可以看到呢今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样。以及呢，你今天的行程有哪些？比如说我今天下午的时间已经到了，我要去我下午这个行程。你可以直接点击，然后就直接导航到你想要去的这个地方，就是所有相关的资讯呢，都会统整在这个 Now Brief 里面。但是我觉得在聊天的时候呢，非常实用的一个功能叫 AI 贴图。那这个 AI 贴图呢，平常我们在传送贴图都是用内建，或者像 Line 呢可以去购买商店里面一些贴图。那如果想要跟人家与众不同，有一些新的东西的话，在这次里面呢，比如说你任何一个聊天软体都可以，你可以点击上方这个表情符号呢，这是键盘内建的。点击之后呢，这时候你可以选择AI 贴图这个功能，这时候你可以去描述你想要生成的 AI 贴图，比如说你过年期间大家可能会恭喜发财，那我们就去打恭喜发财，然后去生成。生成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你是要涂鸦呢、插画还是 3D 表情符号等等，比如说我们选 3D 表情符号生成。你看它就会出现一个新的贴图给你，那你就可以直接点击去做使用，然后就可以按传送，然后就会传送你生成的这个贴图了，是不是就可以跟人家有不一样的这个 AI 贴图呢？接下来我要分享的是有关于通话的部分。这次呢，在通话功能里面呢，增加了一个通话可以录音转文字的功能。比如说我们现在拨电话，当电话来的时候呢，这时候你可以先接听。然后在左上角这边呢，有一个录音转文字的功能。然后我们点击之后呢，就开始录音。对方的手机里面呢，也会显示呢，你的通话呢是正在被录音的当中。接下来你讲的任何的内容呢，其实都会录成一个录音档。之后你可以去查看你这个录音档里面呢有哪些文字。好，比如说我们现在刚刚已经有讲了一些内容了，接下来我们把它挂掉。事后呢，我们去看我们的通话记录呢，最近记录里面呢，这边会看到一个录音的图示在右边，我们把它点开。然后这边就可以看到检视录音档，还有录音转文字稿。你看这边下面可以播放你的录音的内容，然后上面这边呢有看到你的录音是对方讲的话跟你讲的话，它会个别分开这个文字整理给你。所以之后呢，如果你是比较重要的通话或者是会议通话等等，那你就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呢去录制下来。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即时通话翻译的功能。这项功能呢，在之前 S20 Ultra 呢就已经有推出了。那我们先来拨通电话示范给大家看。但因为两只电话很近，所以等一下那个语音之间呢会干扰，所以在通话部分我尽量展示给大家看一下。接听的时候呢，这边会有个通话智慧助理，点击之后就可以选择即时翻译，它就会直接接听。只要你一讲话，它就会提醒对方呢，目前会通过语音翻译的功能。那么这是显示给对方的语言。我想要定位餐厅，请问现在还有位置吗？播音给大家听。那么对方听到的就是这种语音的声音，就是用翻译过后的内容，蛮方便的。就是你在国外旅游定位的时候，比如像日本啊，然后英国、韩国那种，你如果不知道怎么用电话定位的话呢，像这个方式，人家打电话去，那就可以用即时通话的这个翻译功能，那就可以跟对方呢做一些简单的沟通。接下来要试给大家看的这个功能叫做音讯橡皮擦。比如说我们在外面录影或是录音的时候呢，可能会录到除了你想录的声音以外的一些杂讯。那这时候我们可以透过音讯橡皮擦来选择你比较想要保留下来的主要声音，然后去掉一些杂音或者不要的声音。比如说我刚刚录了一段呢是我自己讲话，然后搭配呢会有一些影片的播放的杂音在里面。好，我们先听一下现在原本的声音是什么。我们先来听一下呢，现在的讲话呢，除了声音之外呢，还有背景音乐在，会有一些杂音存在。那我们大家可以来试试看音讯橡皮擦的一个部分。
原本的这个声音是我讲话呢有带了一些其他背景的音乐存在。那这时候我们一样呢，在这个影片里面呢点击下面的 AI 的功能，它会跳出了音讯橡皮擦这个功能，好，按下确定。它就开始分析你的声音，然后这时候你可以去选择你想要保留什么为主。像我现在这是语音为主，语音我现在选择100，音乐的部分我把它降到最低。好，杂音呢，我们可以把它降一下，比如降个60。好，我们来听一下，如果这样选择完之后，产生这个结果差异有多大？还有背景音乐在，会有一些杂音存在。那我们大家可以来试试看音讯橡皮擦的一个部分。可以听到呢，其实连背景音乐呢，原本是唱歌加音乐，就只剩下唱歌的语音存在，因为把语音调到100%嘛。那背景的音乐呢，几乎都是消除了，那杂音也几乎都消除了，让语音呢变得更加的突出。那我们可以把它反过来试试看。大家现在可能听不太到，但其实我在选择成语音-100，然后背景音乐就是音乐的部分呢是100的时候呢，变成了背景的一点点小小的音乐呢保留了下来，但是其他所有的语音呢都被移除掉了，就是这个音讯橡皮擦的功能。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实用的一个部分。当你在外面录音的时候呢，或者录影的时候，想要去掉其他不想听到的声音，就可以透过这种方式去选择，然后去保留下来你要的主要的声音。最后呢，提一个呢不算是 Galaxy AI 的功能，就是深度的结合 Gemini 的部分。以往的这种语音助理呢，能帮忙的事情其实不太多。之前的 Google 语音助理啊，或者像Apple 的 Siri， 你都必须要一件事情去做处理。但是呢，这次的 Gemini Live 呢，它可以做复杂的指令，就是一次可以完成多重的指令。那我们这边来试给大家看。我现在去桃园的爬升攀岩馆需要多久时间？如果呢不会超过1点，请帮我建立下午1点跟阿汤的线上会议行程，顺便呢帮我找看看附近的麦当劳在哪里。好的，我已经在下午1点帮你建立了与阿汤的线上会议行程，也找到了附近的麦当劳。好，你可以看到我刚刚给他的指令呢，第一个是如果我下午1点前可以到达我指定的地点的话呢，就帮我建立线上会议，顺便帮我找一下我要去的那个地点附近的麦当劳在哪里。你看，它就可以搜寻出麦当劳地点，顺便呢帮我建立了一个线上会议的行事历在 Google Calendar 里面。所以呢，这次的 Gemini Live 呢，我觉得很聪明的是，它可以一次完成多个指令，按照你的需求，你就不用说我要先查说我要去爬升攀岩馆的导航需要多久时间，要建立线上会议呢，要另外再用一个语音指令，你要找附近的什么什么东西，然后要再一个指令，都要分开，变成要3个步骤。那现在 Gemini Live 呢，就可以像这样的复杂指令直接提供给他，一次呢将你所有的这个指令的资讯呢全部都提供给你，非常非常的方便。虽然呢上面介绍了不少有关于 Galaxy AI 的这些功能，整体来说呢 Galaxy AI 带来这个升级幅度呢反而是最有感的，而且呢 S2 Ultra 搭载这个处理器效能又更好，在 AI 的运算上呢是有莫大的帮助。那我个人也蛮喜欢 Galaxy AI 呢，有很多近乎自动的部分，你不用自己呢一个一个去找出来，而是呢无时无刻呢都可以结合，然后直接去做使用。这个呢，我想才是呢手机未来 AI 该有的这个样子。最后呢，还是期望呢全新的这个 Galaxy AI 功能呢，可以快点下放到 S20 Ultra 或者是更往前的这个机型。那想知道 S20 Ultra 跟 S25 Ultra 还有什么差别呢？也可以看一下我之前分享的内容。今天呢，我们就分享到这边啦。那大家如果对 Galaxy AI 或者是 S25 Ultra 呢有任何问题呢，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喽。那我是派电拉拉哥，下次再见喽，拜拜。